大家好，我是13N，那欢迎来到我的13人企划。那我们现在到的是 Buttonwillow Raceway。那这个 Buttonwillow 的赛道呢，是我的第一阶段要做的赛道评测。你也知道，我现在改了风镜、轮胎、刹车。这个 Buttonwillow 的赛道呢，其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它这是位于加州的中部。那其实是比较靠近 LA， 所以我相信有住在 LA 的人，其实有在玩赛车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赛车场。刚刚说，因为它历史悠久呢，所以它的柏油其实比较厚，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在骑的时候，主办单位都跟大家说，因为柏油比较厚，然后加上这边天气的时候早上其实都温差蛮大的，所以地表温度没有上来的时候，大家千万要小心骑。其实我之前活动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常常在第一节的时候就直接滑出去，还蛮危险的。那所以跑这个赛道呢就要有耐心一点。那这个赛道呢是3.1 迈长，那大约是5公里左右。那跑起来呢，我觉得直线跟还有它的大弯，你可以带过去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不过我的忍300在直线上最快的速度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到时速150公里左右，大约那个速度。好，我们这边右转就到了，看下牌子，叫做 Buttonwillow Raceway， 很有趣。这边入口还有个很像林荫大道这样，中一排树，还有那边是那个限速都会特别写39迈，好特别。我在想，他故意叫写39迈，好像是因为数字不写整数，写39的话，大家比较会特别去注意它的时速表，然后就不会超速吧。这是我猜测啦。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做第一阶段的评测。那我平常在骑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个刹车跟轮胎整体表现，它的制动性啊，然后它的抓地力啊、前脚切换什么的，哇，其实光在路上骑的时候感受就差蛮多了。所以我相信在赛道上的话，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好，我们去看看赛道吧，走。哇，要离开了，不会有人摔车了吧？我才刚上来耶。看来这个轮胎测试要先告一段落了。哎，有人摔车了。好了，因为现在前面刚好有人摔车，然后我们要离场，所以现在大家慢慢散步要回去。然后刚好趁这个时候，我可以讲一下我现在第一印象，我对前刹的第一印象。你还记得我在屁股评测的时候有讲说，我那时候因为觉得忍300的刹车原厂真的是制动力很差，所以我有时候刹车我不只是手往前这样往它拉。我现在现在这样一样的骑法，当然我现在没那么激烈操控，我其实可以2只手然后就可以刹住，差很多。光这一点的比较，你就知道有差多少了。好，现在是什么旗？一个黄又一个红。黄色是不能超车的旗帜嘛，红色的话是只能摔车嘛。所以哦，原来在这里。哇，希望没事。哇，整台车都变泥巴了。今天早上出发之前，主办单位还要跟大家讲说，因为最近其实这边一直狂下雨，雨下多到就是旁边你看，其实就是有很多 puddle，
根本那个真的就是池塘一样。所以积水很多，表示泥巴非常多。所以说，你只要一滑出去啊，你其实很容易困住。然后他们有时候如果拿不起来的话，就变成要等到中午之后才能帮你把车子取出来。所以他叫大家就是跑归跑，可是不要摔车。有时候真的很有趣，因为觉得上赛道啊，都跑归跑，不要摔车。可是上赛道就是有人就是想要，你知道，去好好的表现一下，然后去测试车子性能嘛。所以在测试性能的那个的途中，然后你又要小心不要摔车，就是这个一线之隔而已啊，真的。然后每次赛道活动呢，像这种活动旁边都会有一些赞助商，然后或是店家，他们会在旁边设。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这边就有 Ohlins， 专门调校你的悬吊，然后还有卖轮胎的，或是帮你换轮胎，然后调整轮胎，都在这边。其实仔细看到啊，在这赛道上跑的几乎都是毒蛇猛兽。原本想说可能对于那种昂贵的车子，大家比较不想要带来赛道去来跑这样子。结果我刚刚一路看过来，哇，那全新的 Aprilia 满满都是，有点厉害。哇嘞，我看整组里面好像那时候3台人300，其他全部毒蛇猛兽哦。这车也太漂亮了吧！你看左边这个 Aprilia， 右边那台 Ducati， 哦天哪！哦，Yamaha R1。好，那我就不要想前面的车了，本来我也追不到，就骑自己的路。直线。
好啦，那我们第一阶段的改装评测呢，就到这边。本来想说很可惜下午下雨没有办法发挥，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应该说是很幸运有这个机会可以在下大雨的情况下，然后去跑赛道。毕竟这是算是很难得的经验。平常看人家 MotoGP 或是 WSBK 这边下雨天的那个比赛，觉得哇，这是雨下这么大，怎么骑啊？然后自己上去骑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真的跟我想象中的一样恐怖。不过雨天骑车最重要的就是顺嘛，你不能让车子有任何一个突然之间的转变，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抓地力。现在雨是小了一点啊，不过也来不及了，这一天也结束了。那风镜、轮胎加上刹车来令片的这个升级，觉得整体表现让我非常满意。不管是在白天然后干的情况下，或是现在下大雨湿的情况下，我刚刚两个都测到，这样刚好轮胎在这种雨天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那白天的话呢，抓地力也很好，然后要热它马上就热起来，然后加上那个每个地板的细节，然后过弯，然后倾角切换，都让我感受到它的地面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不知不觉可以骑到满胎，那我觉得感觉非常好。那我相信更高度的倾角它一定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我之后下一阶段的评测呢，可以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操驾。当然还有风镜，这个风镜还蛮讶异的，就是它高起来不止挡风，它可以帮我挡雨嘞。你看我有一些摄影机的画面可以发现，它这样拍的时候其实没滴到几滴，其实我满脸都是水，所以果然有改有差。不过下雨天真的变好脏啊！哦天哪，我那时候换轮胎什么的才一起洗过的说，气死我了！现在回去要再洗一次。希望这次第一阶段的改装，那对你日后你要改车呢，也多多少有些帮助。其实实际上像轮胎啊、刹车皮这种都是很基本的改装，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些基本的改装，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可以改变一台车的特性。好，这次基本的制动力提升，然后还在改风镜，其实已经接近快$200了，哇，差不多6000块台币了哎。那实际我还花了多少钱？看我看左边这边。那第二阶段的改装呢，就是要针对骑乘姿势来做改善。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一次第一阶段的图片，其实我觉得那个骑乘姿势看起来就是还是不够杀，然后我自己骑起来，我自己感觉不够杀，所以我希望如果改分离把，然后脚踏看可不可以半组后移的话，是不是整体起来会提升，然后操控性也增强。如果对我改装有兴趣的呢，请不要忘记订阅。那已经有订阅的呢，记得要把那个铃铛打开，这样你才会收到通知。谢谢大家。